毛孩离开后，你是不是也常常忍不住担心，他现在到底在哪里？会不会冷？会不会害怕？看着空荡荡的屋子，你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无数个问号，甚至有些深深的自责，生怕自己最后一步没有做好，耽误了他。当你把这些痛苦和思念告诉身边的老朋友，有些人可能会拍拍你的肩膀，不以为然地说：哎呀，看开一点了，不过就是一只猫，一只狗，别太难过了，再养一只就好。听到这种话，你的心一定像被针扎一样痛，因为你心里最清楚，它从来都不只是一只动物，它是你的家人，是你孤单时的避风港，更是你生命中最纯粹、最没有防备的爱。在这场漫长的告别里，眼泪和不舍往往会变成我们心里最沉重的牵绊，但请你放心，接下来的内容不仅能彻底解开你心中的遗憾与恐惧，我还会教你3个日常生活中就能做的微小修行，耐心看完，你就能把这份悲伤化作强大的祝福，甚至让这份跨越物种的爱换一种模样，再次回到你的生命里。也许你会觉得跨越生死的重逢听起来像是自我安慰的话，但其实这是无数修行者在因果轮回中反复见证的真实经历。今天我们不谈冷冰冰的科学，也不去理会别人怎么看，我要带你走进那个肉眼看不见，但灵魂从未离开过的世界。让我们先回到原点，还记不记得他第一次走进你家的那一天？不管是在闹哄哄的宠物店、流浪动物收容所，还是飘着冷雨的街头，在那么多猫猫狗狗里，你一眼就看中了他。他怯生生地往你手心靠，或是主动来蹭你的脚边，那个瞬间你笑了，以为是自己起了善念，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但从佛法的深层智慧来看，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佛教里有一个重要概念叫缘起，也就是世上没有任何事是偶然的，如同种子发芽需要阳光雨露凑齐条件，一个生命走进另一个生命里，也需要累积无数不可思议的契机。你以为你们只有这10几年的缘分吗？其实这是一笔跨越无数世的善缘，一个在轮回中早签下的契约。在过去的某个时空中，你可能曾救过他，给过他温饱或极大恩情，这份恩情深印在他的灵魂深处，所以这辈子他披着一身毛皮，拿着前世的恩情凭证，特地来找你报恩，陪你走过这段人生。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你的爱总是无条件。你开心，他陪你疯；你难过，他默默趴在身边舔去你的眼泪。他用短暂的一生与所有的忠诚来偿还那份跨越时空的牵绊。了解这点，我们就能明白，这份跨越物种的深情绝不会因肉体消亡而结束。灵魂的记忆远超这副小躯壳。既然相遇是久别重逢，那么离别就是为下一次更好的相聚做准备。你也许会想，不会说话的动物真的懂得感恩，有灵魂记忆吗？这份深情真能穿越生死吗？为了让你真正放下遗憾，让我们暂时离开喧嚣的现代社会，走进历史长河，看一看那些超越生死的真实印记，看一看灵魂的愿力究竟有多不可思议。我们人类常常有一种傲慢，以为动物什么都不懂，以为他们的世界只有吃喝拉撒，最多只能听懂几个简单的口令。但其实灵魂的觉知远远超越了这副小小的躯壳。在佛教的历史记载里，有着这样一个真实的公案。过去在一座深山里的古老寺院，来了一只流浪狗，它骨瘦如柴，满身是伤，无处可去。最后在寺院的角落安了家，
寺院里的法师们本着慈悲心，每天给他一点剩菜剩饭。这只狗儿有个特别的习惯，每天清晨，当天都还没亮，大殿里传出法师们敲击木鱼、诵念经文的声音时，它就会默默地走到大殿的屋檐下。它从来不叫，也不乱跑，就是静静地趴在蒲团旁边。它把头靠在自己的前腿上，微微闭着眼睛，仿佛在用心聆听那清静的梵音。有时候，法师们在诵经的间隙看着他，会发现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野性，反而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与安详。春去秋来，这只狗儿在寺院里度过了它的一生。它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救过人，也没有抓过贼，它只是安静的陪伴，安静的听经。除了法师们，寺院里每天清晨还会来一群年纪挺大的老菩萨，他们大多是住在附近的长辈，有的提着自己种的青菜，有的帮忙在厨房里生火、洗碗、挑菜。初一十五的时候，来寺院上香的人特别多，供桌上摆满了大家带来的鲜花和素果。这只狗儿平时除了在大殿听经，最喜欢的就是安静地趴在厨房外面的石阶上，晒着暖暖的太阳。老菩萨们一边挑着高丽菜，一边聊着家里的长短，有时说着孙子不听话、媳妇不体贴的烦心事，有时感叹着物价又涨了，语气里总是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无奈和牵挂。可是，当他们低头看到这只狗儿时，常常会停下嘴边的抱怨。这只狗儿不吵不闹，就算肚子饿了，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大家，从来不抢食，眼神里有一种看透一切的淡然。有位常来帮忙的老居士就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啊，活了大半辈子，心里的贪嗔痴，对儿女的执着，竟然还不如一只听经的狗儿看得破。”是啊，这狗儿用它的平静，默默地在给这些长辈们上了一堂叫做无求的课。佛法常说无情说法，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佛理。这只流浪狗没有人类的语言，却用它一生的安详演绎了什么叫做放下。长辈们看着它，心里那些对家庭琐事的纠结，仿佛也跟着慢慢消散了。这不仅是狗儿自己的修行，更是它在用自己的生命状态度化着身边有缘的人。但你猜怎么了？当它寿终正寝的那一刻，没有痛苦的挣扎，只有平静的安息。因为这份常年听经闻法所累积的平静与善根，他的神识在离开肉体后，顺利脱离了畜生道的苦难，转世成为了一个充满智慧与慈悲心的人。这就是佛法里说的善根与愿力。听到这里，请你再回想一下家里的那个小宝贝，你总以为你只是给了他一口饭吃，给了他一个温暖的窝，但你知道吗？当你用最纯粹的爱对待他，当你让他在一个没有恐惧、充满安全感的环境里生活，当你无意间在客厅播放着柔和的音乐，或者只是用最温柔的语气呼喊他的名字时，你其实就是在做和那些法师一样的事，你正在为他的灵魂注入无量的光芒。佛法里提到一个词，叫做阿赖耶识，这就像是灵魂的超级记忆库，或者我们常说的第八识。我们这辈子经历的一切善恶、爱恨，都会变成一颗颗种子，存在这个记忆库里，跟着灵魂进入下一个轮回。你给他的爱，就是他来生最好的福报。你在他身上倾注的每一分温柔，都在帮他洗刷过去世的沉重业力，所以他怎么会忘记你呢？那份超越了物种的深情，早就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阿赖耶识里，刻在他的灵魂深处，成为他未来生命中最温暖的印记。他带着你的爱，
已经拥有了走向更好未来的力量。除了古老寺院里的记载，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现代人身上的真实经历。失去相伴多年的挚爱毛小孩，那种痛就像是心里被硬生生挖空了一大块，连呼吸都会觉得沉重。曾经有一位朋友，他养了一只猫，整整陪伴了他15年。15年几乎占据了这个朋友1/4的人生。那只猫陪他走过无数个低潮，换工作，搬家，见证了他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当那只老猫最终因为年迈而安详离开时，这位朋友觉得整个世界瞬间失去了色彩。回到家，沙发上仿佛还有猫咪趴过的凹痕，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猫咪专属的气味。他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着手机里的照片，眼泪总是不自觉地往下掉。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经历了父母老去，孩子离家去外地打拼，身边能天天陪着，能说说掏心话的人真的越来越少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其实是把全部的情感和生活重心都寄托在毛孩子身上的。你想想，在那些百无聊赖的午后，你在客厅的实木泡茶桌前安静地泡着一壶乌龙茶。以前只要茶香一飘出来，或是你一打开装茶叶的铁罐发出那清脆的声音，那只老猫就会迈着悠闲的步子轻轻跳上木椅，窝在你的腿边，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那是你一天中最安心最放松的时刻。但现在呢，巷口传来了熟悉的垃圾车音乐声，邻居们在楼下互相打招呼，聊着今天的菜价。外面越是热闹，你的屋子里就显得越是冷清，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这种巨大的空虚感，佛法里叫做坏苦，也就是当我们习惯的美好的事物消散时，心里所产生那种被撕裂的痛苦。我们总以为日子会这样平平静静的一天天过下去，却忘了佛法最核心的教诲，诸行无常。15年的陪伴终究敌不过时间的流逝，生命的聚散从来都不由我们自己做主。这位朋友在失去爱猫后，每天坐在那张木椅上发呆，看着空荡荡的茶桌，心里满是怨怼，甚至会想，菩萨为什么要带走我唯一的陪伴？但他没有一直沉沦在这种坏苦之中，他选择走进收容所。这在佛法里就是一次了不起的转念。为了不让自己每天沉浸在悲痛里，也为了转移注意力，他报名当了志工。他想，既然自己的爱猫不在了，不如把这份无处安放的爱分给其他还在受苦的小生命。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帮忙打扫犬舍，看着笼子里那些曾经被遗弃、带着伤痕，却依然渴望被人疼爱的小动物，他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老猫，悲从中来。他放下手里的扫把，忍不住蹲在角落，把脸埋在双手里，偷偷地流下了眼泪。当他蹲在犬舍角落流泪的那一刻，其实他已经把私人的哀伤升华成了对所有受苦生命的同情。就在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收容所里有一只流浪狗，这只狗曾经受过极大的惊吓，极度怕生，平时总是躲在最阴暗的角落，只要有人靠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从来不愿意亲近任何人类。可是那一刻，这只极度恐惧人类的狗狗竟然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角落，来到了这位朋友的身边。这只狗狗没有叫，也没有像其他狗一样摇尾巴讨摸，它只是静静地走到他面前，轻轻地把下巴靠在了他的膝盖上，然后抬起头，用一种极其温柔清澈的眼神静静地看着他。那个瞬间，这位朋友整个人愣住了，眼泪当场溃堤，哭得泣不成声。
为什么？因为这正是他过世的爱猫。生前每次看到他难过哭泣时，用来安慰他的专属动作，无论是靠在膝盖上的重量，下巴放置的角度，还是那种仿佛在说别哭，我在这里的安定神情，简直一模一样。你看，这就是宇宙间最奇妙也最慈悲的安排。我们总以为毛小孩如果真的爱我们，如果真的有轮回，就一定会投胎变成我们的孩子，或者变成一只长得一模一样的宠物，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太执着于那个熟悉的外表，执着于那声熟悉的叫声，但其实这份跨越物种的爱根本不需要透过一模一样的长相来兑现。佛法讲述的愿力是一股纯粹而强大的无形能量，那份不灭的愿力会化作你生命低谷时的一道光，它可能会透过不同的生命体、不同的面貌，甚至是一个陌生人的微小善意，再次回到你身边来温暖你。那只收容所里极度怕生的流浪狗，或许就是在那个当下接收到了宇宙间流转的那份善念，代替他过世的爱猫来告诉他，我没有离开，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你，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件外衣，继续爱着你。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那些无条件对我们好，在我们陷入黑暗时默默拉我们一把的生命时，请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声谢谢，因为那或许就是我们曾经深爱过的小天使，为了兑现前世的约定，跨越了千山万水，重新来到了我们的面前。眼泪是牵绊，放手才是最深情的告白。既然爱会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延续，那么当那一刻真的来临，当你的毛孩子准备要永远离开这个实体世界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给他们最好的归宿？我见过太多深情的主人，在那个最终的时刻彻底崩溃。在那种时刻，通常没有什么特别繁复的仪式，只有一个普通的室内房间，可能是你们最常待着的客厅，或是那张你们每晚一起睡觉的床铺。在这个充满你们无数美好回忆的熟悉房间里，空气突然变得异常沉重。你看着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感受着他身体里的温度一点一滴的流失，你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与悲痛。你可能会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或是紧紧抱着毛孩子不再温热的身体，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不断砸在他的毛发上。你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的名字，哭得撕心裂肺，不断地哀求着，你不要走好不好？你走了我该怎么办？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在那个当下，你觉得自己失去了全世界。你以为这样的眼泪代表着最深的感情，你以为死死地抱着不放就是对他最大的爱。但今天我们必须用佛法的智慧来重新看待这个生死交界的时刻。从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执着与哭喊，其实对即将离开的毛孩子来说是一种无比沉重的牵绊。在佛法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中阴身。什么是中阴身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生命离开了原本的肉体，但还没有进入下一个轮回去投胎的这段过渡时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座连接此生与来世的桥梁，或者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变数的灵魂候机室。在这个中阴身的阶段，毛孩的肉体虽然已经停止了运作，但是他的灵魂，也就是神识，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肉体的束缚。这个时候，他的感知能力会变得极度敏锐，甚至比生前还要放大好几倍、好几十倍。他听得到你说的每一句话，他感觉得出你心里每一丝的情绪波动。试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毛孩子的灵魂此刻正漂浮在半空中，因为生前
你给了他满满的爱，帮他累积了无数的善根。他的眼前本来已经出现了一道温暖而明亮的光芒，那道光是引导他走向善道，脱离畜生道，甚至准备去投胎做人的光明之路。他本来已经轻盈地转过身，准备要迈向那个更美好、更没有痛苦的境界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你心碎的哭喊，你的每一滴眼泪，每一声呼唤，对处于中阴身的毛孩来说，就像是一阵又一阵的狂风暴雨。你强烈的不舍，会在无形中化作一条又粗又重的绳索，紧紧捆住了他的神识。你的崩溃会化作一道高高厚厚的墙，硬生生地挡住了他前行的路。毛孩子是最单纯、最爱你的，他一看见你哭得那么伤心，感受到你心里那种活不下去的绝望，他犹豫了，他忍不住回头看你，他心里想着，我的主人好可怜，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他，我如果走了，谁来保护他，谁来陪他？就因为这份心疼，就因为这份放不下，他错过了那道指引他往生善道的光芒。他为了留下来陪你，放弃了更好的未来，结果神识被困在原地，不断的徘徊，甚至可能因为执念太深而堕入更痛苦的轮回之中，无法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亲爱的朋友，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紧抓着不放，真正的爱是成全，真正的爱是放手。我知道这对任何一个深爱毛孩的主人来说都非常非常困难，要你看着挚爱离开却不能痛哭，简直是违反人性的要求。但你要明白，这正是你为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也是最伟大的一件事。当那一刻到来时，请你深呼吸，把眼泪稍微忍一忍，在这个充满爱与回忆的普通房间里，让气氛保持平静与安详。你可以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顺着他的毛发，用你平时安抚他睡觉时那种最温柔、最安定的声音，对他说出最后的告别，告诉他，宝贝，谢谢你陪我这么久，你是我这辈子最棒的家人，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现在去有光的地方吧，去跟着那道光，去投胎做人，去到一个更好的境界。你不要回头看，也不要挂念我，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自己。你给他的爱，就是他来世最好的盘缠，而你在最后一刻的放手与微笑，就是给他最大、最慈悲的祝福，是推动他飞向光明的最强大力量。当我们学会了放手，学会了用深深的祝福代替悲痛的眼泪之后，你可能常常会在夜深人静时，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那我对他的这份思念，还有我为他做的这些祈福，他真的能收到吗？这一切真的会有回报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远比你想象的还要震撼。这份善念不仅会化作明亮的灯塔，照亮毛孩子前往善道的路，它还会像一个神奇的回力镖，带着不可思议的奇迹回到你自己的生命里。佛法常说因果不虚，我们总以为这4个字是在讲惩罚，但其实因果更多时候是在讲爱与善业的循环。我们为逝去毛孩所做的每一件微小善事，给出的每一份慈悲，最终都会化作宇宙间最强大的保护罩，在你最毫无防备的关键时刻，紧紧地守护着你。在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老旧社区里，就有这样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有一位独居的林奶奶，她养了一只非常忠诚的本土黑狗，名叫小黑。小黑陪了林奶奶整整13年。对独居的她来说，小黑不是狗，是她生活里唯一的依靠，是每天陪她去菜市场，
陪她在公园散步的亲人。后来小黑年纪大了，在一个温暖的午后，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小黑走的那几个月，林奶奶觉得天都塌了。她整天看着客厅角落那个空荡荡的狗窝，以泪洗面，觉得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原本硬朗的身体也因为严重的失落感，一天比一天消瘦。林奶奶每天早上都会提着环保袋，走到巷口那个热闹的传统菜市场。以前小黑还在的时候，菜市场的摊贩们都认识这对形影不离的伴。卖猪肉的老板偶尔还会特地留一块不要的软骨，笑着丢给小黑当零嘴。现在小黑不在了，林奶奶一个人走在湿漉漉的市场走道上，听着周围熟悉热络的讨价还价声，心里却觉得特别孤单。到了傍晚，街坊邻居都坐在骑楼下乘凉聊天，收音机里播着老歌的声音此起彼落。有几个一起在公园做早操的老朋友看他郁郁寡欢，就劝他：阿兰啊，一只狗而已，看开一点啦，改天再去庙里拜拜，求菩萨保佑你平平安安卡实在。他们不懂，那不是一只随便可以替代的狗，那是林奶奶无数个漫长夜晚的依靠。佛法说，众生皆有佛性，生命从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小黑对林奶奶来说就是家人，更是陪伴她修行的伴侣。林奶奶没有去反驳老朋友们的话，她只是默默地把这份深深的思念转化为更深沉的慈悲。这就是佛法里说的烦恼即菩提。后来林奶奶在机缘巧合之下听到了一位师父的开示，明白了回向的道理。她心想，与其每天对着小黑的空碗掉眼泪，让小黑走得不安心，不如把这份无处安放的爱延续下去，当作是给小黑来世累积福报。于是林奶奶擦干眼泪，每天傍晚她会先去社区附近的土地公庙上个香，在心里默默祈求小黑一路走好。然后她开始用微薄的养老金买些罐头和饲料，走到住家附近的巷口去喂食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猫狗。有一天深夜，天空下着冷雨，林奶奶在社区的垃圾堆旁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眼睛受伤几乎看不见的流浪小橘猫。换作以前，林奶奶可能怕麻烦不敢碰，但那一刻，她看着小橘猫在寒风中不停颤抖的微小身体，心里想着的却是，如果我的小黑在外面流浪，我也希望有人能大发慈悲，救我的孩子一把。当林奶奶在深夜的冷雨中抱起那只小橘猫的时候，她没有去想这只猫会不会弄脏她的衣服，也没有去盘算自己老了还能不能照顾好它。佛法里说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在这个瞬间展露无遗。她把小橘猫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也当成了小黑生命的延续。因为这一念的慈悲，她毫不犹豫地把这只脏兮兮的小橘猫抱回了家。她细心地帮它洗澡、喂食，给了它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几个月。小橘猫虽然眼睛看不清楚，但非常乖巧，每天都安静地趴在林奶奶的脚边，陪着她看电视、捡菜叶。直到有一个冬天的深夜，强烈寒流来袭，整个社区的人都在熟睡。林奶奶家厨房的老旧除湿机因为电线走火，悄悄地烧了起来，火势蔓延得极其迅速，刺鼻的浓烟很快就窜进了客厅和走廊。独居的林奶奶年纪大了，听力本来就有些退化，加上天气冷，睡得非常沉，完全没有察觉到致命的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就在浓烟快要从门缝窜入卧室的那一刻，平时极度安静、从来不乱叫的小橘猫突然像发了疯一样，猛地跳上林奶奶的床。它拼命地用爪子狂抓林奶奶的棉被，
甚至用牙齿轻轻咬住林奶奶的手指往外拉，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又一阵极度凄厉、前所未有的惨叫声。林奶奶被小橘猫异常的举动惊醒，她一睁眼，这才惊觉门缝外已经闪烁着橘红色的火光，整个房间都弥漫着呛人的浓烟。她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抱起小橘猫，随手抓了一条湿毛巾捂住口鼻，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出了屋外。就在她逃出大门不到3分钟，厨房就发出了巨大的爆裂声，整个客厅陷入了一片火海。后来消防员赶到现场扑灭火势后，看着被烧成废墟的屋子，心有余悸地告诉林奶奶：阿嬷，您真是命大，这种老房子的火灾，要是再晚醒来2分钟，人都会被浓烟呛晕，后果不堪设想啊。在寒风中，林奶奶紧紧抱着怀里还在发抖的小橘猫，眼泪扑簌簌地不断流下来。她心里无比清楚，这绝对不是单纯的运气好，这是一场善念流转的奇迹。你看，这就是善业的回力镖。林奶奶因为深深思念过世的小黑，动了一念慈悲心，救了这只在雨中等死的流浪猫，而这只小橘猫最终在生死关头冲破了恐惧，奇迹般的救了林奶奶一命。佛法里说的现世报，并不全是负面的惩罚，它更多时候是善念流转的温暖奇迹。我们为了逝去的毛孩子所种下的每一颗善意种子，无论是喂食一只流浪狗，还是收留一只残疾的流浪猫，最终都会在我们生命中最危急、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开出救命的莲花。你给出去的爱从来都没有白费，也从来都没有消失，它只是在浩瀚的宇宙中绕了一大圈，带着毛孩子对你的无限感恩，以另一种充满力量的形式回来保护你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害怕去爱，也不要觉得失去毛孩子之后，你的心就空了，你的爱就无处安放了。当你带着对毛孩子的思念去善待这个世界上其他正在受苦的生命时，你其实就已经活在了毛孩子和诸佛菩萨共同为你编织的巨大保护网里了。听完了林奶奶的故事，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原来爱的力量真的可以穿越生死，甚至为我们挡下灾厄？明白了放手才是最大的慈悲，也明白了善念的回力镖从未落空。那么在失去毛孩子之后的漫长日子里，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才能帮助他们走得更好，也让自己的心真正安定下来呢？佛经上常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修行从来不是要你断绝七情六欲，或者遁入深山老林，而是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日常起居里修炼我们的心。今天为大家准备了3个日常生活中你立刻就能跟着做的微小行动，帮助你把对毛孩子无尽的思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祝福。第一件事叫做睡前3分钟的关心祈愿。很多朋友在白天要忙，有家人要照顾，还能勉强转移注意力，可是到了夜晚，四周安静下来，当你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那种悲伤和思念往往是最容易反扑的。从今天开始，睡前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安静地躺着，轻轻闭上眼睛，请你不要再去回想他离开时的画面，而是在脑海里回想毛小孩最开心、最健康、最活蹦乱跳的模样，可能是他在草地上奔跑的样子，或者是他把头靠在你腿上撒娇的可爱神情。把这个快乐的画面定格在脑海里，然后在心里慢慢地为他念诵佛号，无论是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念1遍、10遍，还是100遍都可以。重点不是数量，而是你当下那颗平静的心，
把这份安定的心念，像一道温暖的金色光芒一样，送给远方的他。这道光会让他在另一个维度里感到无比的温暖与安全。第二件事是以爱之名的微小布施，这也就是佛法里常说的回向。出门散步或是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如果在路边看到流浪的猫猫狗狗，请你试着停下脚步。如果有能力，可以顺手给它们一碗干净的水，或是在避风的角落放一个纸箱子，或者你也可以用毛孩的名义捐一点点买菜的零钱给流浪动物救助站。当你在做这些小小的善举时，请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声，愿将这份微小的善意回向给我的宝贝，愿他业障消除，往生善道。这绝对不是迷信，这是你在用实际行动帮他累积来世的福报，这就是你送给他最珍贵的盘缠。第三件事是转换视角，感恩菩萨的无相布施，这是一次深层的心灵大换血。我们总是以为是我们在养他，是我们花钱买饲料，给了他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但从灵性的角度来看，完全相反，他们其实是高阶的灵魂，是用极短的一生来向我们示范什么叫做无相布施。他爱你，从来不问你值不值得。不管你今天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你今天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脾气有多暴躁，只要你一开门，他依然摇着尾巴迎接你。这种毫无保留、不求回报的爱，在佛法里面就叫做慈悲喜舍，叫做无我。当你不再把它当成一只单纯的宠物，而是当成一位用生命来教导你如何去爱的老师时，你的悲伤就会升华成感恩。你以为你在照顾他的生活，其实他在照顾你的情绪。你以为你给了他一个家，其实他给了你一个永远的避风港。当你要为他流泪的时候，请你同时也为他鼓掌，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功课，他修满了学分，他要去做更高阶的灵魂了。你应该骄傲，应该笑着送这位小菩萨圆满结业。以目前的你，家里是否也有一个让你深深牵挂的小生命？无论他现在依然守候在你的身旁，还是已经先行一步去为你准备下一个家。无论他离开了多久，也无论你现在是不是还常常在深夜里想起他，为他流泪，请你在心里给他一个最深最温暖的拥抱，告诉他你爱他，告诉他你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告诉他你会好好照顾自己，你会带着他给你的爱好好的生活下去，绝对不再让他为你担心。我们常常以为生命的消逝就是终点，肉体的离开就是永远的失去，但佛法的智慧告诉我们，爱才是这个宇宙中最纯粹、最强大也最不会消亡的愿力。当你放下了痛苦的执着，把悲伤转化为深深的祝福，这份爱就会化作无远弗届的光芒，照亮他前行的路。他绝对不会在黑暗中迷失，因为你的爱就是他最明亮的灯塔。如果您也被这份跨越物种的深情打动，或者您的心里也有一个想要深深祝福的毛孩子，请您现在就在留言区帮我留下这8个字：感恩相遇，爱不止息。让我们共同点亮这盏慈悲的灯，让这荧幕前千千万万人汇聚起来的纯净善念，形成一个强大无比的正向磁场，为所有的小天使们种下一个最美好、最光明、最温暖的来世福报。愿他们业障消除，往生善道；愿他们脱离畜生道的苦难，带着满满的爱，走向更高的生命境界。更愿你们在未来的某个时空，以最美好的姿态再次重逢相遇。到那时，没有悲伤，没有别离，只有永恒的温暖与平静。
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如果今天的分享能为您带来一点点心灵的安定与释怀，恳请您轻点一下订阅按钮，给予我们一份支持，也将这份温暖分享给身边同样深爱着毛孩的亲朋好友。让我们在日常的岁月里一起修心养性，结下更多的善缘。愿一切有情众生皆得安乐。阿弥陀佛。